小轩呐，你这一身上品灵骨，如果安心修炼，未来成就必定不凡。现在这样挖掉，不觉得可惜吗？只要是为了阿竹，一切都值得。你这孩子呀，情根深重，但愿阿竹那孩子能珍惜你的付出吧。这是你要的2品淬骨丹，你……多谢老板，我……小轩，小轩。这居然是中品灵茶！阿竹，你通过内门的奖励，居然是这种宝物！一个内门考核，哪里能有这种宝物？这些灵茶是纪云师兄送我的礼物，居然是大师兄纪云给你的！阿竹，看来大师兄真的十分钟情于你啊！阿竹，如今的你已经是内门弟子了，你与那废物洛轩的婚约，迟早会耽误你的前程的。不如趁现在知晓此事的人尚少。我们一不做二不休，让洛轩那个废物彻底消失。我也正有此意。如今的我已是内门弟子，而且纪云师兄对我有意。可是那废物如今还想以一指挥书拖累于我，当真是可恶。没错，阿竹，那个废物如果真的爱你，就应当主动放弃婚约才是。可是现在的他死守婚约不放，无疑就是想要赖上你。没错，不过那个废物说了要送我2品淬炼骨丹。所以我约他今夜子时到天心崖，在那里了结一切。我是楚尘，我不是洛轩。不，我既是洛轩，也是楚尘，我是苍狼剑神。没想到这一世的我却是一个痴情人，居然拿根骨去换丹药。罢了，木已成舟了，还是先稳定这一身伤势吧。阿竹，你这个废物，居然敢放阿竹的鸽子！你知道昨晚阿竹在天心崖等了多久吗？对不起啊，阿竹，我昨天……我的丹药呢？桌上的就是。洛轩，我们的婚约就此作废吧。阿竹，你是在和我开玩笑对吧？开玩笑，阿竹如今已经是玄天宗的内门弟子，日后前途不可限量。而你这个废物，却还妄想癞蛤蟆吃天鹅肉。若是你真的爱阿竹，那么就该放弃你们之间的婚约才是。不怕告诉你，大师兄纪云可是十分钟情于阿竹的。阿竹，你也是这般想的？阿轩，就像阿雪说的那样，未来如若有人发现我谭竹的丈夫竟然是个废物，那我该有多难堪？你扪心自问，现在的你配得上我吗？好，真是好极呀！10年付出，谭竹你竟然如此决绝。退婚可以，把丹药留下，这是我以自己的根骨换来的。洛轩，你什么意思？这丹药本就是你答应给我的。就是，洛轩，你口口声声说爱阿竹，却连这一瓶丹药都不肯付出吗？哼，果然，阿竹与你退婚真的是太明智了。我不肯付出，我已经付出了10年了，这期间我可要求过回报吗？爱一个人本就是对他无条件付出，你果然配不上阿竹。洛轩，我本念在你为我付出多年，本想和你好聚好散，
可是没想到你竟然如此计较。今日我总算是看清你的真面目了。婚书在此，你我从此再无瓜葛。好，你们当务之急还是要稳住这一身伤势。谭珠，30年河东，30年河西，今日之耻，他日必将复问。伤势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修为也已经抵达了筑基境后期。不过根骨乃本源，本源流失还是需要想办法补回来才是。恢复本源的丹药，在这灵州城里恐怕只有药阁才有售卖。但是现在我也算是身无分文了，需要想个办法才是。对了，剑符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现在的我只能勉强做出一招吗？掌柜，打扰，敢问贵阁可以回天丹吗？这位公子，回天丹售价3万灵石。3万灵石。这位姑娘，在下一时间并没有这么多灵石，不知道可否用此物抵扣一些呢？这是剑符，而且还烙印上了剑意。这种剑符是只有修为极高的剑修才能制作的。原来公子是一名剑修，敢问公子尊姓大名？在下洛轩，不知在下这枚剑符可否抵扣一些灵石呢？小女花语心，有礼了。洛公子的这枚剑符的确不凡，在这灵州城内更是少见，的确是可以抵扣一些灵石。这枚剑符呢，我算洛公子2万灵石。还差1万灵石吗？若是洛公子急需要这回天丹的话，那么小女可做主，为公子免去这1万灵石。洛公子不必为难的，这1万灵石呢，就全当小女与洛公子结个善缘。如此，洛轩多谢了。小姐日后如果有需要洛母帮忙的，在下绝不推辞。洛公子客气了。对了，回天丹配合上魔兽内丹，效果会更好。今日灵州城外的山谷里，传言有一种紫玄虎出没。洛公子如果自信，不妨去试试。多谢提示。小姐，为何你要免去那1万灵石啊？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！那小子看上去就是一副穷酸样。穷酸吗？福树，你看看这枚剑符，你就明白了。怎么可能啊？这剑符中的剑意竟然如此厚重，如同绝海深渊呐！是啊，没想到在这灵州城里，居然还藏有这么一头前脚。世剑大会在即，百猎师伯应该会很高兴有这么一条蛟龙参加才是。阿竹，你太厉害了！刚刚进入内门没有多久，修为就已经来到筑基巅峰了。如此天赋，放眼整个玄天宗，恐怕也只有大师兄纪云能与你相较了。还不够。如今我以筑基巅峰的修为去参加世剑大会，并无100%的把握。所以在世剑大会召开前，我必须突破金丹才行。世剑大会？难道是闻名9州百炼家族每炼制出神剑时才会召开的盛会？天下10大名剑之4都是出自百炼世家，其中10大名剑排名第2的神剑长空，曾是无敌天下沧浪剑神的佩剑。阿竹，如果你能夺魁，就能获得天下少有的名剑了。世剑大会我势在必得，可是阿竹，我听说灵州城外的山谷里有一种魔兽紫玄虎出没。阿竹，如果有了它的内丹，你定然能突破金丹的。紫玄虎的内丹，这个办法可行。这几日我们都去灵州城外的山谷看看。这里灵气浑浊，看来无疑是那紫玄虎的巢穴了。
果然是紫玄虎，而且这家伙似乎是刚刚补出金丹。厉害，不愧是魔兽异种啊！雨欣啊，怎么这几日啊，你来山谷如此频繁？可是有什么少见的药材将出啊？并不是，只是之前遇到一个很有趣的人，所以呢，看看是否能够遇上。哦，有趣的人，你这丫头该不会有了意中人了吧？是不会想哪里去了。如果你遇上了，想必会更加对那人感兴趣才是。啊，这股剑意！世伯，我们快去看看。这紫玄虎当真是行踪隐秘，这都已经找了3天了。紫玄虎本来就是魔兽中的异种，难找是自然的。这是紫玄虎的兽吼，我们快走！这少年好惊人的剑意，如渊如海呀！世伯，你觉得这位公子的剑意在灵州城可以位列第几啊？灵州城内能有此剑意的人，不出1掌之数。阿竹，此人好厉害，居然以筑基期压制金丹期的紫玄虎。不仅如此，这个人剑意已成，恐怕实力更在大师兄纪云之上。阿竹，那怎么办？如此下去，紫玄虎必定被这人斩杀。紫玄虎的内丹不过也只能让我突破金丹境界。如果我能得到对方的指点，领悟出自己的剑意，不进入金丹也无妨。也差不多该结束了。点名，传言。到底是金丹期的魔兽，真让我费了不少功夫。谁在那儿？这位公子，在下乃玄天宗内门弟子谭竹，只是偶经此地，还请公子见谅。既然姑娘偶然露出，那么就还请离开。实不相瞒，刚刚小女子看到了公子与紫玄虎搏杀的画面，觉得公子英武不凡，不知能否与公子结交一番。在下一介散修，怎敢和姑娘你这玄天宗的名门弟子相交？公子不必如此，我谭竹并非是那种攀高结贵之人，而且以阁下的资质，未来成就必定不凡。并非攀高结贵之人吗？不过在下可没有与你结交的想法，告辞。阿竹，这人好生无礼！你乃是玄天宗第一美人，而且天赋极高，都已经自降身份，愿和这人相交了，他却一点面子都不给。这种天之骄子，自然是会有些傲气，不碍事。只要对方还在灵州城，自能再遇见。下一次，我定然让你成为我的裙下之臣。谭竹，并非是攀高结贵之人。说起这话的时候，你还真是自然。不过，你有一句话算是说对了，我的未来必定不凡。不过，这和你已经没关系了。逸轩，当真是个有趣的人，我越来越想要了解你了。很好，我的本源正在恢复。行啦，本源恢复了吗？花小姐，你怎么在我家里？你怎么进来的？你怎么知道我家在哪儿？怎么进来的？自然是从大门走进来的。
诗雨怎么知道你家在哪儿？那自然是找人问的。怎么样，洛公子看到我高不高兴啊？那个花小姐，我们不过只是一面之缘，你这样不太合适吧？一面之缘，原来洛公子就是这样看待我们之间的关系的。雨欣以为那日洛公子与雨欣之间已经是朋友了。洛公子还说，日后雨欣若是有需要，洛公子绝不推辞来着。看来是雨欣想错了。不是，花小姐，你别哭，你先别哭啊！刚刚是在下失言了，花小姐愿意与在下交朋友，也是在下的荣幸。洛公子的话当真吗？自然是真的。那咱们从此以后就是朋友了。花小姐，今日来我这里有什么事情吗？洛公子还喊我花小姐，果然还是与我生分了些。雨欣，今日来我这里所为何事啊？叫我雨欣，那我就喊你一声轩哥喽。今日找你有事的是雨欣的世伯，百烈世家的家主。洛公子，不知道你对我们百炼世家的世剑大会可有兴趣？世剑大会，贵家又有神剑将出吗？没错，这次的神剑乃是我百炼世家历时100年所铸。我有自信，这把剑可以入当世名剑前10。没想到百炼世家即将再次有神剑出世，正好我也缺一把好剑。现在看来我的运气倒也不错。既然百炼家主相邀，洛轩自然不会推辞。这世剑大会我愿意参加。好，洛公子，世剑大会1月后召开，届时百炼家恭候洛公子到场。纪云啊，你是大师兄，下山之后呢，要多多照顾2位师妹。弟子一定谨记。你和谭竹呢，都是我玄天宗这一辈最优秀的弟子，天赋放眼灵州也是少有的。这次大会，你们定然能拔得头筹，将神剑带回我玄天宗。弟子一定不负宗门所望。轩哥，这是世伯让我给你参加世剑大会的令牌。多谢雨欣了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废物洛轩吗？怎么着？知道今天是百炼世家的世剑大会，你也想要来这里长长见识吗？看来就算是井底之蛙，也会偶尔看看天空啊。怎么，莫非被我说中了？我劝劝你，洛轩，这世剑大会可是需要参会令牌的，没有令牌，你可是进不去的。洛轩，阿雪说的没错，看在你我发小的份上，你还是早些离开吧。这百炼世家你，轩哥，这人真有意思，他们是怎么肯定你就没有令牌呢？他们是玄天宗这等名门弟子，我不过只是灵州城内一穷乏，所以呢，在他们看来，我自然没有资格获得百炼世家的令牌。哼，我之前倒是听阿竹说过，有你这么个眼高手低的发小。如今看来，阿竹说的倒没错，百炼世家乃是九州闻名的望族，若与你这市井小民能有交集，岂不是成为九州笑谈了吗？阿竹，我们走，这种小人我们不必理会。错把璞玉当砂石，轩哥，你这位藏剑的未婚妻，看来眼光真不怎么样。你这丫头还知道些啥？这丫头的身份真的不简单，恐怕我之前的事情她都有调查过。
唉，算了，我们也进去吧。人真多呀，看来世剑大会倒是吸引了不少人啊。神剑出世，自然影响巨大，还有不少人是从灵州城之外的地方赶来的呢。哎，轩哥，你看那边那个身穿黑金流月服的家伙，那人可是最近江州声名鹊起的人物，号称水天一剑的谢云峰。轩哥，再看那边那个女子，她名叫飞月，是青州年轻一辈中剑修第一人，师从当时10大高手之一的半月剑仙。这2人剑意已成，着实不凡。感谢诸位来参加我百炼世家的世剑大会。现在我来宣布此次世剑大会的流程。诸位想要求取神剑之人，必须通过3次试炼，方能见到神剑。这第一项便是看看各位的实力。想必各位都已经看到各位的令牌后有一个数字了吧？这一项便是需要各位战胜自己的对手，而诸位的对手，请看此榜。居然第一个就是我，我的对手是裴庆，这个人是？这人是灵州城裴家的少主，传说天赋不错。在13岁的时候，曾经创出游龙剑诀，当时在灵州城内引起不少的骚动呢。阿竹，你看那个废物的名字怎么会出现在金榜上？这不可能啊！这怎么可能？那种穷酸小子能入这世剑大会，一定是用了什么不光彩的手段。不过这家伙的好运也就仅此而已了，居然对上了裴庆。此人在我等年轻一辈里，战力绝对能排入前10。各位想必都已经记住自己的对手了，那么接下来就开始第一场吧。灵州洛轩对灵州裴庆，请2位上台吧。这位兄台，你的佩剑呢？在下这样就好，兄台不必在意。这样就好。洛轩，你装什么高手呢？你不过是穷的连把剑都买不起了而已。哎，连剑都买不起，那这人来这里干什么？对啊，连剑都没有，还和别人比个什么剑啊？趁早下去吧。这人真的是连脸都不要了。这位兄台，擂台之上，常见无言。兄台是认输的好，在下并不想伤了兄台。喂，洛轩，你听到没有？这世剑大会可不是让你这种人待的地方。这位兄台，我既站在这里，便是你的对手。我等剑修者乃是长剑人，若是太过于拘泥于手中的3尺之物，恐怕会一时艰辛呐。兄台所言极是，裴庆多谢兄台指点，请兄台指教。兄台小心了。龙虎星海倒也不错，只是龙游江海，乃是真龙意志所动罢了。一味追求其形，并非明智之举。承让了。多谢兄台指点。怎么可能？那个废物洛轩竟然赢了裴庆，这不可能！洛轩，不过是击败了裴庆而已。若是遇到我，洛轩有你好看的。轩哥，
今天的你可算是一鸣惊人了，你都没有看到玄天宗的那几位，脸上的表情一个比一个精彩。不过是一场胜负而已，他人怎样与我无关。洛公子啊，这可不是一场简单的胜负。你虽然折了裴庆手中的剑，却点明了他心中的剑，想必裴庆很快就能悟出自己的剑意了。他本就只差临门一脚了，我不过是让他少走些弯路罢了。胜而不辱，洛公子真是好大的气量。这是裴家的谢礼，乃是裴家的家主让我代为转交与公子你的。居然是玄灵聚气丹，这可是固本培元的上品灵药，裴家还真是大方。他们能不大方吗？裴庆少年成名，却在这几年间修为停滞，毫无寸进。现在只是与洛公子比试了一番，就要悟出剑意了。如此大恩，裴家怎能不重谢啊？轩哥就是厉害。还请百炼家主代我谢过裴家。啊，没问题，礼已经带到了，我就不多打扰了。明日见杯之前，我期待公子的表现。阿竹，那个废物洛轩怎么会在这短短时间里变化如此之大？不知道，或许他之前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奇遇。哼，这个洛轩口口声声说喜欢阿竹你，可如今阿竹你也看到了，这家伙居然没有将自己获得的奇遇给阿竹你。看来他那些说爱你的话都是假的。想来也是如此，枉我以前还觉得他是一个痴情之人。二位师妹不必为了区区一个贱民恼怒，今日之事，我现在想来也觉得有些蹊跷。不过现在我有些想明白了。师兄可是有什么发现吗？的确有一种猜测，今天那个贱民的表现的确很唬人，我也是才发现而已。今天那个贱民应该是用了某种秘法，而且关于裴庆也有传言，他修为陷入瓶颈，甚至产生了心魔。这一来二去，自然裴庆不是那个贱民的对手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不愧是纪云师兄。哼，那种秘法在明天的剑杯面前可行不通啊！等着吧，明天那个贱民定然是丑态百出。这不是洛轩吗？怎么觉得昨天击败了裴家少爷，真就以为自己烂泥翻身了吧？哼，不要以为昨天侥幸胜了，就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。我告诉你，你的邪门秘法今天可不管用。剑杯考验的乃是剑意，若无剑意，无论剑气多强，都不能在剑杯上留下半点痕迹。是吗？多谢告知。小子，你……诸位昨日辛苦了，今日的试炼便是这剑杯。此剑杯乃是我百炼世家先祖在某处秘境中所发现，它的奇特便在于记录剑意。一个人无论剑气多强，若无剑意，也无法在其上留下痕迹。而留在它上面的剑意，则永远不会消失，以若后世之人瞻仰感悟。这就是剑意，哎，我认得这股剑意，那是风息剑仙的蚩尤剑意，还有那个是半月剑仙的飞光剑意啊！只是感受这些剑意，我似乎就可以感受到自己剑意的涌动。这剑杯对我等剑修来说是至宝啊！剑杯对剑意也有筛选。诸位的建议若无法留在剑杯上，那么我只能遗憾告诉各位，你们的试炼就到此为止了。现在敢问有哪位愿意上前第一个接受剑杯的考验呢？我来。
这谢云峰好惊人的剑意啊！没错，只是这股剑意，他那水天一剑的称号就并非是浪得虚名啊。哎，轩哥，在你看来，这谢云峰的剑意如何？是个简单的人。简单？哼，简单，是你也就只能看出简单吧？怎么，是想要装高手，却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吧？哦，既然如此，不知道这位姑娘有什么高见？姑娘想说这谢云峰的剑意锐意非凡，宛若神剑出鞘之类的话吗？这种话听上去妙若生花，可是实际上不是什么都没讲吗？你什么你啊？我本来就没问你，可你却无端凑了上来，略知皮毛就敢展示自己浅薄的见识。玄天宗出来的人，看来也就只有这种程度而已。这位姑娘，你这话有些过了。我玄天宗乃是灵州城的名门正派。玄天宗？哼。说他简单，是因为这个谢云峰练的多半是快剑，如此锋锐之意，此人追求的极致，恐怕是想要一剑动功印。我想，也是他那水天一剑的由来吧。一剑挥出，天地只存一线。刚刚发生了什么？不知道，完全没看见谢云峰是怎么出剑的。只是白光一闪，下一刻剑碑之上就有了痕迹。轩哥，真的和你猜测的一模一样。怎么会？洛轩，你……恭喜谢公子，剑碑留痕，你已通过试炼，请下去吧。接下来，各位请依次到剑碑之前吧。我来。阿竹、阿雪，我先去剑碑。阿竹，你什么时候领悟的剑意？昨天刚刚领悟的。这还多谢了纪云师兄昨日给我的一枚风息剑仙所制作的剑符。阿竹不必客气，你我同门，当是如此。唉，我就只能止步于此了。没有剑意，剑碑根本就无法留下任何痕迹。算上你和纪云师兄，通过这儿居然只有寥寥10几人。洛公子，现在只剩下你了。哎，这不是昨天击败裴庆的家伙吗？哎，是啊，他怎么还没去测试啊？我还以为他已经测过了。哼，还能为什么？这家伙一定没有领悟剑意呗。喂，我说洛轩，你要不放弃算了，也别耽误阿竹他们开始下一轮试炼。不会吧？昨天这家伙一招就打败了裴庆，怎么会没有剑意呢？不知道，但是玄天宗的苏小姐都这样说了，没准是真的。轩哥，该你了，其他人都测完了。我知道了。我有3尺剑，全真光度第一。竟然都想要与我一较高低吗？那么就来吧。剑霜斗，颤如龙鸣，此为杀气横秋。剑碑试炼到此结束，恭喜各位通过者来到最后一项试炼——登剑山。
诸位，此乃我百炼世家的剑山，此山之中有我百炼世家铸造的无数长剑，而神剑便在其中。想要获得，就得看诸位各自的本事了。不过，在下还有一句话要说：剑山乃是兄弟，堪比密救，入之则生死自负。各位，请考虑清楚了。入之则生死自负。师伯，你说剑山是兄弟，难道真的很凶险吗？那是自然的。玉仙，你可知剑山上的是什么？自然是剑啊。没错，是剑。一柄剑需要在经历过千锤百炼之后方可成型。而灵剑、神剑更是如此。师伯，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呀。那么雨欣，我把剑比作人，若是一个人历经苦修，最终习得神功，可他却发现自己终其一生却无法施展这神功，那他会如何？很怕这人会因怨，从而心魔滋生，最终祸患天下吧。是了，这剑山之上的宝剑也是如此。这些宝剑从铸成之日起，从未一展锋芒，他们心中的怨气可想而知。那轩哥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这剑山剑气错杂，想要在这里找到神剑，恐怕不易啊。这是这么多年，终于有活人来到这剑山之上了。活人？哼，有意思啊。难道说你不是人吗？我当然不是人，小子，就让你看看本大爷的真身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还真不是人呢，倒是一柄不错的剑，只是戾气太重。小子，你倒是识货。小子，握住我，你便可以成为绝世剑修，从此天下九州任尔驰骋，那些绝色美人儿也将是你的囊中之物。怎么样，小子，心动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你这话说的当真不怕风大扯了舌头？天下九州任我驰骋，凭什么？难道就凭你这上品灵剑的成色吗？小子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自然是让你把梦话就留在梦里就好了。在下还有事，恕不奉陪了。可恶的小子，镇住！本想让你握起本神剑，成为本剑的剑奴，然而你既然如此不识抬举，那就把你的肉身交出来吧！哼，不自量力！看来在这剑山之上，这样的魔剑不在少数啊。师兄，这剑山不愧是百炼世家的重地，你看这些灵剑，都看上去十分不凡。是啊，师妹，你看这柄剑，居然是一把商品灵剑。这也是一柄上品灵剑。师兄，这百炼世家当真厉害，上品灵剑居然就这样插在这里。二位，这剑山上的剑并非善类，还是放下为好。笑话！这位姑娘，你莫非是也看上了这两柄灵剑，所以想要诓骗我们吗？哼，没错，这位姑娘，这剑山之上肯定还有其他上品灵剑，你若想要，就赶快去寻就是。
哟，还真是热闹！没想到你这个穷酸也来了。怎么，自知自己获得神剑无望，所以就想要在这里挑一件上品灵剑吗？如果我是你，会听人劝。洛轩，你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和这人是一伙的？这位姑娘，在下与这位公子并非想合谋夺取你们手中的灵剑，只是这些灵剑并非异类，还请快快放手的好。笑话，怎么可能？多少年了，老夫终于得到了肉身，竟然是……小女娃，我劝你不要提抗老夫，接纳老夫做老夫的剑奴，老夫便让你成为未来九州的女帝。救我！随风，看来时间磨损了你的锋刃呐，附身一个小女娃都如此困难。你懂什么？这小女娃的资质，比选择的废物强着不少。二位请速速离开，遇人为奴，他日必将祸及自身。离开？你可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？我本是天生神剑，却在这剑山之上蒙尘百年，你让我放弃？做梦！天生神剑，这话说出来真不害臊。你等被放在这剑山之上是什么原因？想必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不过是一些有瑕疵的上品灵剑儿，还真把自己当成了神剑了。小子，你找死！看来这剑山上的剑脾气都有些暴躁。有臣？怎么可能？你还是留下吧。不错的剑。此剑已无事，神剑将出，飞跃就先行一步。墨轩，你傻站着干什么？快扶我起来！下一次你还是听人劝。墨轩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要去哪儿？墨轩，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墨轩！墨轩，你等着！我还以为不会有人再来了。那你现在是有些失望喽？并没有，我的目标只有神剑而已，有没有人上我都不在乎。而且，你们既然能来到这里，自然也包含获得神剑自己的认可，才是这世剑大会最后的使命。这是自然，神剑有灵，自会择主而从。届时，我们三人能否获得神剑青睐，就各凭自己的建议。看来还算个明白人。这剑居然在神兽，就算是神剑，说到底不过是一把剑。这是想要自主择主吗？还真是一把桀骜的剑。飞跃姑娘的是什么？飞跃，烦请神剑试剑，剑名赵月。师傅啊，是那人。
只是刚刚的一剑不足以让你安静下来。既然如此，就再来一次吧。灵气一身，这神剑居然可以做到这种地步，居然能让神剑取命一分，这人究竟是什么神？哦，没想到你也上起实力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来吧。这就是你名字，雷乌夜啼变炼成功，当真是一把与我有缘的剑啊！飞月姑娘，不好意思，在下侥幸，承让了。神剑泽主，我自无怨言。师伯，这都快1天了，你说轩哥拿到神剑了吗？一心呀，我怎么感觉你对那小子挺上心呢？师伯，好了，不逗你这丫头了，算算时间应该快了。看来结果已经出了，神剑认主了。师伯，我们快去广场看看。这丫头，果然最后神剑归于洛公子了吗？在下侥幸而已。轩哥，快把神剑给我看看。寒光内敛，当真不凡。飞姐姐，你没有获得神剑，会不会不高兴啊？神剑泽主本就各凭机缘，得之我幸，失之我命。雨仙，你和这位姑娘原来认识啊？飞月姐姐和我也算是熟人了，她师傅和我家里关系还挺好的。哈哈哈，飞月姑娘这性子倒真挺适合修剑的。不过放心，百炼家受你师尊所托，倒是给你准备了一把剑，想必这把剑比这神剑要更加适合你才是啊。飞月谢过百炼家主。哎，无需客气。诸位，神剑认主，此次事件大会到此也算圆满。各位如还有其他事，可自行离去。若尚有闲暇，那稍晚时分，百炼家会设宴，以表诸位对此次事件大会的支持。百炼家主，还请留步。玄天宗有事需要找这小子。哦，不知清霜掌门有何事啊？小子，你以卑劣手段击败我玄天宗弟子，这笔账是不是该算算了？清霜掌门，卑劣手段，这话说得太笃定了吧？纪云，你来给百炼家主说说。是，师尊。百炼家主，在下乃是玄天宗内门弟子纪云。我与我师妹谭竹在剑山之上被这卑鄙之人偷袭，从而失去了取神剑的机会。敢问百炼家主，让如此卑劣之人持有神剑，当真合适吗？偷袭？真的假的？你说我轩哥以卑劣的手段偷袭你，那我问你，我轩哥怎么偷袭你来着？哼，他怎么偷袭我的我不知道，不过我晕倒之前，此人确实就在我面前，这点我师妹谭竹就可以证明。我师妹同样也是错信了此人，才失去了获取神剑的机会。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倒地的，现在不过是在随意攀游。这位姑娘，我玄天宗乃是名门正宗，怎么会随意攀摇呢？此人在我与大师兄刚刚获得1把上品灵剑分心之际，悍然出手乃是事实。哼，是吗？我原来是在你们分心的时候出手的呀。没错，如果公子尚有廉耻之心，就将神剑交于我玄天宗，此事我们可以既往不咎。这位姑娘，明明是这位洛公子救了即将沦为贱奴的你们，现在此番恩将仇报，不怕人笑话吗？这位姑娘，我玄天宗乃是闻名灵州的玄门正宗，怎么会恩将仇报？
想必在场的诸位也不会认为我玄天宗会如此才是。姑娘也并非灵州之人，还是不要被人骗得好。是啊，玄天宗乃是大派，而且还是玄门正宗，应该不会冤枉无辜才是。没错，看来其中或许真的有什么事情。清霜掌门，我百炼世家的试剑大会乃是各凭本事去剑。剑山试炼前我也说过了，参加者生死自负。既然你的弟子技不如人，就不要在此胡搅蛮缠的好。百炼家主，我只是认为神剑不应该在这无德之人手中，神剑属天下正道才是。难道百炼家主不觉得该是如此吗？你少来道德绑架这一套！我百炼家的规矩从来只认试剑大会的结果。纪元、坛主，我们回宗。啊，是，遵命。师伯，他们怎么离开了？师伯，雨欣，你和洛公子与飞月姑娘先去内堂吧，我处理好眼前的事情，再来和你们细说。哦，我知道了。飞月姐姐，轩哥，我们走吧。刚刚的光中散发的气息极为不祥，魔兽恐怕是有兽王出世，灵州城恐怕会遭到魔兽潮汐啊！轩哥，你说刚刚那道光柱是什么呀？只是看到那光柱，我心里就能感到不安。那光柱恐怕是有兽王降世。兽王？魔兽们的王者？难道说这灵州城要面对魔兽潮汐吗？没错，雨欣，刚刚从灵州府传来的消息，兽王在灵州以南不足50里的地方出世，灵州城遭受魔兽潮汐的可能性极大。魔兽潮汐，9州已经有100年没有出现过了。雨欣，魔兽潮汐凶险异常，雨欣你还是尽早离开灵州的好。师伯，雨欣，这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，飞月姑娘也和雨欣一起离开吧。你的剑我会在你离开前给你。你们都是青州人，现在离开还来得及。师伯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雨欣怎么会是那种趋利避害之人？我们药阁里尚有不少灵药，想必能帮上不少忙呢。雨欣，百炼家主，此时飞月若是退了，那么日后必然剑心蒙尘，所以飞月愿与灵州一起共面魔兽潮汐。这……百炼家主，魔兽潮汐固然凶险异常，但只要杀了兽王，其他魔兽自会奔散，所以并非不可应对。洛公子所言不错，可是兽王最次也是元婴巅峰境界的存在，要在万千魔兽的保护下袭杀，谈何容易？唉，算了，老夫年事已高，你们年轻人的路，终究需要你们自己来走。掌门，你调用宗门敕令，所为何事？灵州城南方出现兽王，魔兽潮汐恐将爆发。魔兽潮汐？那师兄，你可收到了灵州府主的调令吗？是啊，掌门，如果灵州府不给调令，我们还是不要趟这趟子浑水。哼，我自然知道此事凶险，不沾边最好。可是，指望灵州府的那个小鬼不出调令吗？哼，你们觉得可能吗？唉，师兄，掌门说的魔兽潮汐是什么？
我也只是在宗门的藏书楼中才见过一些记载。魔兽潮汐是伴随兽王降世时出现的一种现象，对于人类来说就是一种灾难。那灵州府的调令又是什么？天下9州设有州府，这些州府从名义上对我等宗门有调遣的权利。现在魔兽潮汐将至，只靠灵州府的府军定然无法应对，所以灵州府肯定会给灵州境内的宗门发调令，共同面对魔兽潮汐。原来如此，我看掌门等人似乎对灵州城的府主十分不喜的样子，为什么？现任灵州府的府主名叫莫卓，自他上任以来，对灵州境内的宗门施加了很多约束，所以掌门等人才不喜欢这人。多谢师兄解惑。纪云，弟子在。一会儿解散之后，你与谭珠前往宗门宝库，挑选一把适合自己的上品灵剑，然后再去藏经阁挑选一门上级功法。魔兽潮汐对于你们来说，也是一种机遇呀。多谢掌门。洛轩，你等着，等我习得宗门秘术，有了上品灵剑，定然叫你为剑山之事付出代价。见过百炼家主，在下奉命给百炼家送来府主调令。来得好快呀！看来这次的魔兽潮汐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。没错，莫府主让我们尽快送出调令，就是邀请各势力的主事人明天前往州府商讨兽王与魔兽潮汐一事。在下知道了，明日在下一定准时前往州府。看来州府应该是知道了些什么。没错，不然调令也不会来得这么快了。你们既然决意插手魔兽潮汐，那么明天就和我一起去州府看看吧。百炼家主，与星和飞月姑娘不谈，在下去州府是否有些不合适啊？仙哥，你这一身衣服去州府的确不太合适。仙哥，跟我来。呵呵呵，好一个卓氏公子！百炼家主过奖了，这都是雨欣的功劳。仙哥，这下你不就合适了吗？今日都早些休息吧，明日我带你们前往灵州府。今天灵州府还真是热闹。灵州内的各大势力恐怕都到了，我们先进去吧。哟，这不是世剑大会杯比的获胜者洛轩吗？怎么换了一身人模狗样的衣服，就觉得自己连灵州府这种重地都能来了吗？哟，这不是世剑大会杯比的获胜者洛轩吗？怎么换了一身人模狗样的衣服，就觉得自己连灵州府这种重地都能来了吗？玄天宗的人就是这样，世剑大会技不如人，就给胜者泼脏水。这位姑娘说话还请慎言，我不知道此人对你说了什么，但是我与他自幼相识，此人绝非良善。另外，我玄天宗乃是灵州玄门正宗，若是技不如人，自然不会多言。阿竹说的没错，此人就是在我关键时突然对我出手，不然他一介穷酸小民，怎么会是我这个玄天宗大师兄的对手？我还是第一次见有人把自己的失败说得这么义正言辞的，真是让人长见识了。你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小丫头，你家长辈难道就是这么教你说话的吗？
青霜尊者，少年人之间的口角，你这个长辈出面，是不是有些以大欺小了？百炼老头，你灵州府前莫要喧哗。今日请你们来是来议事，可不是给你们做口舌之争的。青霜尊者，世剑大会的事情已经过去，你们既未取得神剑，何必如此为难一个后生？云将军，好了，莫府主已经等候各位多时了，诸位可以进去了。这人就是灵州府的府主，怎的如此年轻？兄哥，可别小看此人，此人名叫莫卓，是九州最年轻的府主，现在乃是妖后月纸烟理政，大多州的府主都是月纸烟的人。这些地方政令昏庸，百姓民不聊生，而这位莫卓则历来反对月纸烟主政，灵州也是在他的治理下，才不至于让百姓陷于水火的。月纸烟。轩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只是有一些心神不宁而已。既然府主来了，我们还是听听关于兽王的新闻吧。诸位，感谢各位响应州府的调令来此，莫卓先谢过诸位了。此次调令的原因，想必各位早已知晓。灵州城南50里处，兽王降世。根据州府得到的情报，已经有3个村镇被魔兽袭击。目前看来，这次的魔兽潮汐，灵州城是躲不掉了。对于这次的魔兽潮汐，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意见呢？请问莫府主，对于这次降世的兽王究竟是什么魔兽，州府是否清楚？关于兽王，州府已经知其身份，乃是凶兽吴之奇。什么？怎么会是吴之奇？吴之奇，那可是凶兽中的大凶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轩哥，没想到出世的兽王居然是吴之奇，那可是传说中的凶兽。吴之奇绝非一般魔兽可比，这次魔兽潮汐恐怕会比预想的还要凶险。飞月姐姐，我听闻半月剑仙曾经斩杀过一只吴之奇，这半月剑仙有没有告诉过你，这吴之奇有没有什么弱点？此事师尊的确提起过，但是雨欣你要失望了，吴之奇乃是大凶之兽。师尊曾言，吴之奇得天地眷顾，一身铜皮铁骨，又水火不侵，与之为敌只能力斩，无第二种方法可求。这样啊。各位，吴之奇乃是大凶，我想诸位都清楚。但是出现在灵州的吴之奇境界，根据我州府密探的汇报，不过刚入化神，我等也并非不可。为了灵州城内的诸多百姓，也为了各位宗门安全，在下恳请诸位与州府联手，平息此次祸乱。此人好厉害的兄弟，只看现在这份，此人恐怕即将入化神。莫府主，我们自然会为灵州城尽自己的一份力，但是吴之奇并不好对付，不知莫府主是否已有良策？本府的确有粗浅一策。既然府主已有计策，不如说来听听啊。既然二位开口，那我就说说吧。正好此策需要二位的配合。青霜尊者，如果我没有记错，贵宗的至宝紫极风魔图乃是闻名九州的困阵。饶是化神修士想要逃离此图的围困，都需要花费不小的代价。不错，紫极风魔图乃我宗至宝。可是穆府主，此图只不过能困住吴之奇而已，只困不伤，可算不上是什么妙策啊。青霜尊者不必担心，你所忧虑之处，本府自然也知道。诸位且看此物。这是何物啊？此乃灵州鼎。什么？灵州鼎？天下九鼎之一，怎么会？九鼎不是已经消失很久了吗？轩哥，你说这鼎是真的吗？九鼎乃是由上古人族之主所铸，太过神秘，它的真假该如何判断，恐怕没有人能够知晓。我曾听师尊提起过，九鼎早已消失许久了。有传闻，九鼎被带入了仙界，
这不可能，九鼎不是早就被带入那传说中的仙界了吗？而且，此鼎是否有些过于破旧了呀？的确，此鼎已然残破，但是诸位，它的确是天下9鼎之一的灵州鼎，就算破旧如此，此物的威能依旧不容小觑。莫府主，空口无凭，你总要给我们看些证据才是吧？青霜尊者莫急，本府这就证明给你看，也算是提前支付给各位的报酬了。这是灵脉泉涌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传说是真的，九州鼎与各自地脉相连，此鼎可控此州地脉。你们3人快快调息，灵脉泉涌对你们年轻修行者乃是大机缘。纪云、坛主，你2人快快运功调息。此人好厉害，居然可以借着灵气泉涌让自己破境，而且看样子还在提升。洛公子还真是天资不凡，居然这么快就破境了。如此看来，等到洛公子醒来，足以抵达金丹中期。这该死的小子，居然破境了！混蛋！好好好，不愧是老夫选中的弟子啊，居然双双破境。特别是坛主，居然一口气追上了纪云，抵达了金丹中期。运气不错啊，居然已经抵达了金丹中期，而且距离后期也只差临门一脚了。洛公子的天赋当真惊人，虽然灵气涌泉效果不凡，但是想要借其破境还是困难了些。洛公子居然可以连破2境，着实让人惊讶。在下侥幸而已。师伯，仙哥，你们在聊什么呢？我只是在说，洛公子天赋异禀，居然借此机会一口气达到了金丹中期。真的吗？仙哥，你居然一口气跨过2个境界，好厉害呀！运气好啊！既然诸位都已经运功完毕，那么现在让我们继续吧。莫府主请说。诸位，就像之前我说过的那样，借玄天宗秘宝困住吴之启后，我再以灵州鼎攻伐。不过灵州鼎已经残破，我并不能保证可靠此物击杀吴之启，因此百炼家主。莫府主有何吩咐？吴之启先天就有铜皮铁骨，中品灵剑难伤其肉身，上品灵剑也只可伤不可杀，所以我想要借贵家此次事件大会的神剑一用，不知可否？莫府主，并非我百炼世家推辞，但是神剑已经择主，恐难再容他人执掌。这，百炼家主，这是在推辞吗？青霜尊者，你们玄天宗剑修也有不少，我说的是什么意思？难道你不明白吗？神剑择主便会从一而终，旁人若是想用，恐怕根本发挥不了神剑之力。我自然知晓，若不是你放任你身后的小子使用卑劣手段，神剑早就归我土坛珠或纪云了。2人天资过人，玄天宗真传，若有神剑在手，必然会是抵御这场灾难的一大助力。喂，这老头怎么胡乱说话呢？难道神剑在我轩哥手中就不能是对抗魔兽潮汐中的一大助力吗？哼，他算什么助力？灵州城内一不入流的散修之辈，既无高深功法，也无惊人法诀，只不过会些不入流的邪门秘术而已，能算是什么助力？若神剑在此人手中，那才是明珠蒙尘。青霜尊者，你太过了，只凭借自己一己之见，判断有些偏颇了。够了，2位，此处乃是灵州府，不是2位逞口舌之力的地方。报！禀告府主，灵州城西发现魔兽，数量在200只左右，由一只元婴初期的凶兽所领。来得很快，
诸位，神剑之事稍后再论。现在烦请各位一同前去西面城墙，看看这魔兽潮汐的先锋。遵命。左轩，如果我是你，就会乖乖交出神剑；不然的话，你就等着成为灵州公敌吧。这就是你们的计划，把我家在众人面前。哼，怎么，小子知道怕了吧？识相的就把神剑交出来吧。还真是好一个玄冥之子，玄天宗的人当真是卑劣至极。这位姑娘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他好，也是念及我们乃是发小。洛轩，百炼世家的神剑你能取，但是你未必能保得住。这位姑娘，剑山之上，此人已经算是救过你和你师兄了。现在你们这般欲挟修我二人，哼！那日剑山之事，他不出手，我二人未必就不能摆脱那2把魔剑。我二人乃是玄天宗名门，区魔剑可以控制我俩一时，不可能控制我们一世。能把自己的无能和私欲说得如此冠冕堂皇，谭主，除了你之外，我真不知道有其他人了。神剑如今在我手中，至于能否保住它，乃是我的事情，与你并无关。我们走吧，无需再费口舌。轩哥，好多魔兽啊！魔兽潮汐，这些还只是先锋，恐怕后面还有数千只呢。为首的魔兽已经是元婴期修为了，而且也是异种，似乎是云虫。传闻可操控风雨的凶兽，没想到魔兽潮汐的前锋就是这种凶兽吗？不错，传闻江州之前就出现过这种凶兽，在淹没了几个村镇之后被人斩杀，而斩杀他的人就是你们都见过的谢云峰。原来是那家伙。现在这些魔兽是在干什么？难道不是应该一拥而上吗？平常的凶兽确实只会遵从本能，但是现在是魔兽潮汐，这些魔兽恐怕都在吴之奇的控制下才是。没错，兽王不同于其他魔兽，灵智已经不弱于人了。此番目的多半就是使他先去与百炼家主会合吧。不知诸位面对这种情况有何想法？哼，这些魔兽是想要试探灵州城的情况。我猜兽王肯定会在什么地方观察着，如果发现我们准备不足，恐怕立刻让魔兽大军压上。青霜尊者所言不错，本府也是这般看法。可是如今的灵州着实还未准备好，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暴露灵州的情况。既然如此，只能以迅雷之势将眼前的魔兽尽灭，才能震慑吴之奇。这位姑娘，你这话说得太满了，你就没发现那只云虫已经有了元婴初期的境界了吗？掌门说的没错，果然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姑娘所说的确实是一种方法，可是要做到一击灭之，恐怕只有动用灵州鼎才行。倒是还有一个法子，如果有人能够逆境斩了那云虫，恐怕同样也能达到效果。这位公子，以逆境伐上乃是一步险棋，若是不成，恐怕会适得其反。是啊，如果不成，恐怕会刺激这些凶兽攻城。洛轩，你是不是话本看多了？这世上哪有那么多逆境伐上之事？你一没有上等功法，二没有名师指导，你哪里来的底气觉得自己可以逆境伐上？师妹，别太计较。此人一介穷酸散修，哪里知道所谓的以逆境伐上，乃是多么一件困难的事情。逆境伐上的事情确实不多，但是并非没有。这位公子，你当真有这个自信吗？在下自然有说这话的底气。原来如此，
这就是百炼世家此次所铸的神剑吗？寒光内敛，却锋锐异常，当真是顶神剑。可是公子只靠神剑恐怕还不够。莫府主，我愿意为洛公子作保，他可以斩杀那头云虫。哦，百炼家主如此信任这个年轻人？哼，百炼老头，你就这么相信这个小子？若是这小子坏了事儿，你能担待得起吗？在下也愿意为洛公子作保。青山之上，我见过了洛公子与神剑交战的过程，他的确有斩杀这头云虫之能。哼，你一个小女儿能有什么眼界？家师半月，不知道青霜尊者觉得我的眼界够吗？没想到姑娘竟是10大高手之一，半月剑仙的高徒。既然百炼家主和飞月姑娘都愿意为你作保，洛公子，本府再问你一次，你可有把握？蒙百炼家主与飞月姑娘看中，在下自然不会让人失望。既然如此，那本府也信你。多谢。到底是突破了金丹，至少提升了3倍。剑意沧海横波。当真是自大，真以为自己是绝世天才了不成？百炼老头，这人若是死了，我们恐怕连神剑都要丢啊！你打算怎么负这个责呢？你们怎么笃定轩哥会输？一个灵州城内曾无高人指点，也无机缘的穷酸，你让人怎么认为他会赢？还真是有眼无珠，识不得璞玉。惊人的剑意，只是这股剑意，灵州城内本府可断言，无人能出其右。怎么可能？洛轩怎么会有如此剑意？明明剑杯之剑还没有如此夸张才是。不，我不相信，这种剑意怎么可能是这种剑民能拥有的？这股剑意，就宛若绝海深渊。没想到我灵州城还有这么一号人物。是啊，这股剑意之磅礴，好似让人看不到其尽头。现在想来，逆境伐上，这位公子或许真能做到，也说不定。师伯，轩哥的剑意为何比在剑杯前要强上这么多啊？哎呀，看来我还是低估了洛公子了。原以为他修为暴涨已经十分出众了，可是他对剑之一道的理解才是最惊人的。剑意代表了一个人在剑道上走出的距离，现在这股剑意足以证明洛公子乃是我灵州城中剑道第一人啊！师伯，你说的这些我听不懂呀。轩哥明明只是金丹境界，怎么就成了灵州剑道第一人了？你不修剑道，自然对这些有诸多不解。我等剑修除了修为之外，追求的更是意之长短。意即是心，意越长，心越坚，剑便越利。我还是不太懂，但是我知道现在的轩哥很厉害就是了。的确很厉害。可是为何他的剑意会精进的如此之快？饶是师尊在这个年纪，也不会有如此剑意。哟，看来到底是联姻契机，只是这样还不够呢。到底是元婴期的魔兽，受到直击却依然没死。
这究竟是什么剑法？一击之下，竟然只有元婴期的凶兽才能站立。这不可能，这样的剑诀至少是天级功法才对。这个穷小子哪里来的天级功法呀？此位洛公子当真天赋绝伦，此番魔兽潮汐有他在，我们灵州城的胜算要再涨3分。现在只剩下你了，如果要逃走的话，就快些。原来如此，果然是吴之奇在操控这些凶兽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留下来吧。这小子，你最好期待比有朝一日落在我玄天宗手里。纪云、弹珠，我们走。洛轩那个废物，怎么变得如此厉害？居然真的以一人之力消灭了元婴期凶兽带领的兽群。我也不知，今日洛轩算是在灵州内各大势力间露脸了。那我们怎么办？难道以后都要被那个废物骑在头上吗？哼，二位师妹，你们不必如此。我认为那个剑迷之所以变得如此，不过是因为百炼世家神剑的功劳。如果没有神剑，那个剑迷怎么可能有这种能力？对，纪云师兄说的没错，肯定都是神剑的力量，不然那个废物怎么可能咸鱼翻身呢？如果阿竹或者师兄你们拥有神剑，定然比那个废物要强上1000倍100倍。神剑，神剑，如果我有神剑的话，自然不是那个废物能所比拟的。阿竹，我们不如想办法把神剑取来，如何？可是现在神剑已经认主，想要强抢，恐怕不行。哼，自然。阿竹，那个废物既然之前那么钟情于你，你若是对他甜言蜜语一番，他定然会乖乖将神剑奉上的。阿雪，你让阿竹对那个废物甜言蜜语吗？师兄，阿雪只是让我去哄哄那个废物而已，别生气了。那种家伙怎么能和师兄相比呢？轩哥，今天你可威风了。雨欣，魔兽潮汐还没有过去，今天不过是一次试探而已。我知道了，轩哥。哎，飞月姐姐，今天轩哥展现的建议对你有帮助吗？洛公子的建议的确让我有不少感悟，但是也有诸多不解之处。洛公子，你今天展示的建议与剑山那日所展露的建议相差甚远。剑意并非修为，如此巨大的变化让我十分不解，不知道可否解惑？此人太过神秘，雨欣与他相交太过，不知道是福是祸。飞月姑娘，若是对在下有所怀疑，我可以放开身时让你探查一番。飞月姐姐，轩哥不会是坏人的。洛公子，我并非怀疑你是奸邪之辈，只是……飞月姑娘，我知道我身负的建议过于异常了点儿，的确是让人有些不安。那这样吧，飞月姑娘，我展开建议，你不妨尝试和我的建议混淆试试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才是他真正的建议。原来这才是你真正的建议。大人，今天那位洛公子当真是不凡，我云战这辈子就没有见过这么夸张的建议，当真是天赋异禀啊！天赋异禀，
云将军，那可不是天赋异禀，也更不是少年天才。所谓天才，是要像今天见过的半月剑心的弟子飞月姑娘之类的人，而那个洛轩，只能用怪异来形容了。怪异？大人，恕老夫不懂，您此话怎讲？云将军，所谓剑修，与寻常修士最大的差距便在于剑意，而剑意不是修武，是每个剑修在剑道上走出路的长短。所以，剑修的剑意绝非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东西，需要时间去感悟、磨砺。但你看那洛轩年纪才多大？这属下就一介粗人，我也解释不了。我也不明白，更加解释不了。不过目前看来，此人对于灵州乃是一大助力，我也没必要去过分深究。阿轩，今日晌午，不知可否去灵州城内的紫苑小住一居？哼，雨欣，你这丫头都来了，还藏着干什么呀？被轩哥你发现了呀。轩哥，曾经的未婚妻相邀，你心动不？这可是挽回美人心的好机会呀！你这丫头又在拿我打趣啊！以你这聪明的小脑袋，难道看不出这谭竹是别有用心吗？若是真去了，少不了让我恶心的事情啊！我是怕轩哥你放不下，毕竟也是10年的感情啊。好了，你这丫头，走吧，我们去用早膳吧。阿竹，这洛轩好大的胆子，你都发出邀请了，他却放我们鸽子。哼，看来这个废物是铁了心要和我作对了。阿竹，现在怎么办？难道让那个废物一直拿着神剑吗？这简直是暴殄天物！自然不能，这一次不行，那就再做下一次；下一次不行，那就再下一次。神剑如此神物，怎么能在那个废物手里？师妹，灵州府调令到了，速速回宗。洛轩，我们走着瞧。诸位，刚刚收到的消息，兽王吴之启现在已经在灵州城外不足10里。啊！